他们拿了海外势力的钱，绑架、杀人、敲诈勒索，然后呢还颠覆中央政权。最关键的是啊，他们还居然中过毒品，贩过毒。你说这种组织是说的是意大利黑手党吗？还真不是。意大利黑手党在他们面前啊，那都是小弟，不值一提。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今年105岁的中共政权。因为老习在今年7·1讲话的时候，把这个组织啊都捧上天了，马上要改变人类的命运了。而今天啊，咱们就从历史的角度给你拎一下这个105年历史的组织到底都干过什么糗事儿。这就是一个抢劫党、造反党、贩毒党。咱们首先讲老习啊，把中共的历史分为了4个阶段。第一个叫做革命时期，第二个呢是建设时期，第三个是改革开放，第4就到了他的新时代。从这个分法，我相信中共内部也没有人会赞同的，这不瞎掰吗？自己的新时代啊，已经是走了下坡路了，这没有什么可一值一提的。那咱们就按照他自己设置的4段呢，先给大家聊这第一段革命时期，中共是怎么起家的，这种组织是怎么获得中央政权的呢？咱们先说第一个，1927年他们创党的时候，一开始他就是海外组织的中国支部，就是共产国际，拿的钱是卢布，人事啊、任命啊，包括这个政策受遥控啊，那都是受到苏联。他自己啊，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的自主权的。你花人家钱，当然就要听人家的命令，包括开会啊、组织选什么人啊，都得听上边的。那我们知道他出身啊，就已经是一个颠覆中央政权的组织了。那一开始啊，卢布给的也不是很多，你发展就必须有自己的根据地，这就涉及到他们一开始啊，那就是绑架和抢劫起家。这个绑架呢非常有特点，那就是他首先要列明一下，我这中央苏区里绑谁呀？那肯定是绑当地的土财主。这绑架非常有特点的，就是先把这穷人啊鼓动起来，你们这村这镇上谁家有钱有地有牲口，哎，这些穷人啊，你给他一小点钱，他就告诉你什么王财主家在哪儿呢？他有多少亩地，多少头牛啊，嫁女儿花了多少钱，他们家首饰放在什么地方。所以你看，中共起家啊，他也是依靠群众的。既然有了第一手的资料，那就挨个收拾这些财主。这是一方面啊。他们除了对这些当时的富人下手之外，也把目标瞄向了一些慈善组织和这个当时的传教士。你像那方志敏啊，他之所以被抓，就是他干了一件糗事，他居然绑架了在中国传教的美国传教士。美国卫理公会在这个民国时期确实有很多传教士啊，江西、浙江、江苏，人家还干了很多好事儿。你看现在的东吴大学、什么协和医院、湘雅医院，都是这些传教士留下来的成果和慈善的这个组织。但是啊，这些人却成为中共绑票的目标，因为他们手里啊有善款。你本来这个钱是老百姓捐助的，要盖医院的、盖教堂的、盖学校的，这个可比财主有钱多了。所以中共啊，向来是先把神父或者是牧师啊给你绑走，然后再把他善款据为己有。他拿了以后买钱买枪，更多的呢是发展自己的组织。他在发展组织的时候啊，非常有自己的特色。他告诉你啊，打土豪分田地，实际上对于当时的农民来说，你拥有土地，你年年种年年收，这就相当于一个小型的印钞机。土地在当地可以成为最宝贵的财产，有时候比金条还管用。只要是地契写你的名字，这比那块金条啊更有牢靠。但是啊，中共一开始在苏区发展的时候，发现
遇到一个问题，本来抢上来的钱呢越来越多，应该好事吧？但是这涉及了一个分赃不均的问题，就是所谓的路线斗争。如果你认为它路线斗争的话，实际上是背后资源的分配。老毛在江西的时候，其实他并不得志，他的起家呢，实际上是在这个井冈山，另外一部分是在这个古田。那个时候，他把拿到的钱都藏在山洞里了，中央让他交出来，他肯定他不愿意交啊。那结果啊，就是把他冷落起来了。最后长征的时候，还差点把他扔下。但这家伙知道啊，如果说现在不伏低做小，一定会被扔下。扔下以后，中央红军走了以后啊，地方武装挡不住蒋介石的围剿的。所以他非常聪明的一点呢，是跟当时的负责人什么博古啊，伏低做小了，爱拍马屁了，什么张闻天，那时候才把他带上。所以一开始所谓的革命时期啊，它完全就是一个造反的组织。有很多朋友就问了，说这种下三滥的组织是怎么获得一个中央政权能够推翻当时的统治呢？这里面呢有3个原因吧，这是我个人理解啊，也不一定对，大家共同来探讨。我觉得最大的责任呢，实际上是怪美国。现在国内不是流行嘛，一切责任在美方嘛。在当时的这个力量对比中啊，中共是不占优势的，但是呢，美国削减或者暂停了蒋介石的援助，无论是军事的还是国际关系的，他要求你必须和谈，你和这个中共和谈吧，啊，这个组成联合政府吧。你看，正是因为当时美国把这条路啊走错了，蒋介石啊也不得不配合，那结果呢？那结果是人家越做越大呀，趁着机会就开始争地盘了。虽然说日本投降之后，这个有划江而治的这种希望，如果当时划江而治啊，南边是国民党政府，虽然也独裁吧，但好歹呢，你可以有独立的媒体吧，那时候报纸你可以骂国民党吧，相对来说还有一定的权利。但是在北部啊，所谓的解放区，老百姓一直沉浸在一个幻想当中，他以为土地分到手就是自己的了。所以说美国是最大的责任。第二呢，是蒋介石政府本身也有腐败，也有自己的这个不利的地方。第3个就是老百姓，中国老百姓在这边责任就是你坐视了这种情况，你怎么这么容易被忽悠呢？说分你土地就分你土地，道德呢，法律呢？那这个财主的土地那就是抢来的，那是人家起早摸黑一点点干出来的。但是人就是这样，你要是激发他最脆弱的啊、最邪恶的力量，他就愿意不劳而获啊。而这种东西恰恰是中共最愿意利用的。我们再看看他获得政权之后都干了什么。中共在获得政权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巩固来之不易的权利。那最常见的办法，我当时怎么获得的天下，我就防着这种人，谁发动群众，谁在群众中有组织有声望有钱，我就弄你。为了合法的获取这些资源啊，他当然要起很多名字，什么3反5反啊，各种帽子给你扣。而这个不同的人呢，他们准备了不同的帽子。最上层的，比如说你是旧军阀，你参加过国民党的军队，或者是你是旧官僚体制，这些就可以合法没收你的财产，把这个人进行什么入狱或者是物理消灭。那中层啊，就是各地的什么资产者啊，当老板的，公私合营是一个办法吧。最后把你的控制权全拿走了，社会精英拿走了以后呢，底层老百姓，哪怕你有点钱有点粮食，他说你是富农，那富农那也得被干掉啊。所以最终大家都变成了贫农了。你想想，贫农的结果就是你把到手的土地，中共他又拿回去了。他说咱们呀集体有你一份，但是你却不能够买卖你的土地，实际上又被拿走了。你看中国的农民啊，实际上是被涮掉了。除了这建设时期啊，
就提到了第3点啊，我认为这点是最冤枉的，因为中共自己所说的改革开放时期，实际上包含了邓小平胡兆时期，甚至也有一部分华国锋在改开的作用啊，什么李先念这些啊，包括这个江泽民、胡锦涛这些啊。但是对于老习来说，他统一叫做改革开放时期，把这么多人呢都弄成一项了。到了他这儿呢，你想一下啊，所谓的新时代，实际上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呢，改开已死，现在是国安开头。你把所有的国家安全都汇成一句话，那就是执政党安全。执政党安全实际上就是老习的执政地位的安全。你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人民国家都换成老习，那你就说明你真正了解了中国社会了。实际上这段时间呢，他又去了一趟朝鲜，我感觉呢，他的信心大增。可以说句很多人不愿意听的话呢，就是未来的国运啊，实际上已经被他锁死了。目前呢，还看不到这个改变的动向。就像有些人讲的，现在的共产党已经进入了晚清时期了，现在叫晚共。但这个晚共啊，不是10年8年，也许会经历几十年。为什么说把这个看得这么悲观呢？我给大家聊了有几个现象啊。中共在建设时期，包括改革开放，它不是要自己改开的，改开就象征把到手的权利还给民众。统治者是不愿意把权力还给民众的，但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你不得不这样做。所以说他需要获得把这10几亿人的劳动力变成钱，变成钱呢，大头仍然是政府捞了呀，小头是给了老百姓。老百姓在欢呼改革开放的时候，他们应该看看你们创造大量的财富有多少到了自己手里，有多少进了国库。你看看这些武器装备啊，对外的援助啊，大家心里也就有数了。就是一个土匪，他干来一件事啊，抢劫了一个富人的家庭，拿了100万，最后拿了10块钱给了旁边一个小朋友啊，你去买个馒头吃吧。这不叫劫富济贫啊，这叫收买人心，也仅此而已。所以我们可以大胆的展望一下老习所谓的新时代，它应该叫做朝鲜化的时代。既然改革开放它不会再坚持下去了，这次呢全文的讲话也没有提多少改革开放，它更多的提什么安全底线啊，什么斗争，这个实际上不就是老毛的一个翻版吗？那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你要考虑国运既然这样，那你自己的这个家庭命运呢，也就不可能独善其身了，也只能会被裹挟了。所以说应润尽润，这是一个什么时候都不过时的事儿。最后呢，我们说一下，像这种组织既然是晚共了，它啥时候这个退出历史舞台呢？是一种什么形式退出历史舞台呢？这个呢，有很多人讲过不同的形式啊，我们不再赘述，我们只说最大的一种可能性就是苏联的模式。其实苏联模式就是民心尽失的时候，表面上它非常强大，拥有当时世界第2的军事力量。但是如果这些当兵的选择放下武器，或者是拒不执行命令，也是淬断的问题。但是这个淬断是一个非常长的时期。应该说呢，现在的 AI 时代可能让老习呢信心大增，他可能会想，中国的经济停滞对民众不利，但并不影响统治者。你看朝鲜不也这样吗？改革开放啊，那只能对官僚的改革开放，当官的可以拥有好的进口药，可以使用手机，可以看电视，可以有电灯，而你普通老百姓就只能点蜡烛啊，吃那个肉汤，你是别想了，那你只能是吃糠咽菜了。所以它实际上是完成了这个双轨制，而民众在温饱都成问题，医疗都成问题的时候，未必就会走向造反。他们可能首先要解决的是先给我点吃的，先顺从，造反那是以后的事儿。
实际我感觉呢，老习实际上是非常痛恨这个改开的，他就想，如果老毛的路线一直走下去，没有改革开放，中国人啊没有走出过世界，没见过外面的世界，怎么可能想造反呢？想要各种权利呢？所以他总结出一句话呢，就是你把这个饭吃饱了，就开始想别的，想什么人权呀、政治权利啊、参与政治啊、改革治理啊，这人不是撑的吗？那还是饿的不够。所以接下来呢，他会大力的打击这些企业家，把你们赚到的钱呢，要开始拿回来。那本来就是党的钱，如果没有党的政策，你这钱哪来的呀？所以人家是这么考虑的，私有财产保护始终不是中共的这个底线。所以说啊，真正的淬断什么时候来临呢？不清楚，但我感觉应该至少有个10年吧，也许20年呢，甚至更久。那这种迹象呢，也已经越来越明显了，那就是各地的基层组织不再执行上层的命令，或者说在民意之下选择了妥协，这个可能是一个开端。最近我们看了国内几个抗争事件呢，这事儿实际上是让中共的高层也后怕的。我们举个例子啊，6月26号那个中国尊被撞事件，说明什么呢？说明一个央企的高管啊，尽管有人讲啊，那可能是一个66岁老头啊，你要是真信，说明你不了解中共。如果真正是一个66岁老头的话，他应该什么做呢？把这老头头像早就告诉你呢，央视早就采访他亲属他老婆了，这人平时有神经病、抑郁啊，早就把这件事儿给你大家坐实了。为什么没这样做啊？实际上就是一个交代，把你嘴封上，这就算一个交代了。你也不要问这66岁本来是退休的人为什么要学飞机，为什么要去撞中国尊？你觉得这符合情理吗？你要是6岁，你会干这件事吗？拿着退休金，还有什么对社会不满呢？为什么要撞中国尊呢？你这些想不通的事儿，他不需要你想通，给你的交代你就不要再问了，你再问你就属于寻衅滋事了。所以说这件事啊，短期内是不可能有这个真相的，有真相啊，他也告诉你那是假的。那我们接下来再讲，除了这个撞中国尊的事件，第二天呢，在中部六省的安徽省会合肥又发生了一个千人上街的事件。这个事件啊，确实让中共妥协了。我看了一下当时的新闻报道，它有个叫庐阳区的一个地方，这个并不偏远，属于合肥的中部区域。什么情况呢？他们在当地啊要建设一个垃圾处理的中转站。在这儿我必须有一个背景啊，中共现在垃圾已经不再填埋了，中国已经没有多少地方搞填埋，填埋会大量的污染什么呢？地下水，你在治理这个垃圾填埋场的时候花的钱非常多，在各地政府这个地方债堆积如山的时候，没有人再去干这件事了。现在他们想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建设垃圾的焚烧站。这个呢，第一，你不用污染地下水了吧，直接把垃圾烧成灰了。第二啊，它也可以变成一个小型的印钞机。你要是市长，你要是区长，你有朋友干这个生意啊，那不就天天进钱吗？我看了一下，他写的是日处理量是1560吨，这么大吞吐量，这也相当于每天的一个小型印钞机了。但当地老百姓不这么想，你是印钞机了，但这个代价呢，不就让我来承担吗？因为垃圾的焚烧厂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它会产生致癌的二恶英。在这个历史上有个叫什么乌克兰有个前总统吧，前总理啊，叫什么尤先科的，不就是被这个普京的特工用二恶英毁容了吗？啊，这个人可能已经退出政治舞台了。二恶英是强致癌物，你烧垃圾它就会产生这东西。虽然说呢，中共的官方文件上说我们会做这个各种什么防护措施，把二恶英呢降到最低，降到合格水平。
但是合肥当地的老百姓啊，选择不相信这个，原因很简单，你要真的做的合格，花的钱就太多了。企业垃圾填埋场为了降低成本，大概率啊，白天给你合格了，那到了晚上那就说不准了，晚上就大量的这种毒气排出来，别人都睡着了，也闻不到了，但你呼进去的就是这种致癌物。在中国的这种什么癌症村呢、癌症镇是非常多的啊，不再赘述了。作为省会的居民啊，他们也是吃过见过的，他不希望自己的庐阳区成为一个二恶英超标的区。这件事你猜怎么着呢？老百姓啊，暂时做成了。当地的公安局的把手的区长啊，现场说我们这项目不搞了，取消，回各家吧。这说明什么问题啊？抗争人规模以上的是有用的，是能够保护你们的切身利益的。当然了，后期这个垃圾填埋场怎么样，咱们就持续关注吧。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在6月10号左右，中部6省的湖北武汉，就是那个新冠疫情发起的那个地方，他们也出现了一个抗争。现在的抗争啊，好像还没有结束呢，但是规模明显没有达到上千，已经达到了数百规模。那他们要抗议什么呀？当地要放一个华中地区危险废物的实验室。现在的武汉人，我这么跟你说啊，一听这实验室啊，那肯定头皮发麻，因为在2019年年底啊，就2020年那个新冠流出的时候，就是来自于病毒实验室，就是王延义那个实验室就在湖北。按照当时的规则呀，实验的动物那些猴子，你应该是无害化处理，防止这些人造的或者改造的病毒流向社会。但是你别忘了，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它一定有各种的办法把这东西变成钱。你把这猴子无害化处理了，你倒不如卖了吃肉啊！你看我还能挣点钱。真正处理的时候，他只要一动这小心思，卖到了动物市场吧，别人了把这猴子吃了。而且中国文化中呢，有一种非常不好的，就是以形补形，说我把那猴脑子补了，我可能脑子更聪明了，你这不纯粹扯淡吗？但有人信这个，所以说那边猴子的肉肯定是吃了，那结果在杀这些猴子的同时，把病毒也沾染了砧板啊、什么屠刀啊，沾染了厨房了，后期不就这么回事吗？当然了，这个不堪回首的是不是今天的重点。所以说，武汉人讲，你现在又搞了一个所谓的废品处理的实验室，那你肯定不要在我这儿，不然的话呀，我这个区可能会成为第一批。武汉疫情的时候，整个封城，火葬场都连夜的开，后来呢不够用的结果有人是到那个医院拍那些太平间都堆满了尸体后来这个人还被判刑了现在好像还在中国国内呢。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呢？你的实验室管理没他宣传的这么好，所以这件事咱们也持续关注，看看当地的政府能不能把这个项目停掉。好吧，淬断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咱们就观察吧。